我是徐乐特鲁罗洛。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款号称超级佛系，在中日都相当有人气的悠久之树。这款新作是一款纯正王道幻想的 RPG 游戏，我们将要扮演一名探求者，与游戏中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同展开围绕神树的冒险之旅。除了壮大的故事剧情之外，就连游戏方式都和一般的日系幻想 RPG 有那么一点不一样。而稍后洛洛将会带来相关的试玩介绍，以及新手初登场游玩的一些小技巧。那么就让我们影片开始吧。提到悠久之树的第一个特色，就是那超有沉浸感的动态剧本咯。游戏的舞台建立在一个名叫提塔尔耶拉的大陆中，玩家将扮演追寻上古遗物的探求者，并且会邂逅神秘的人偶阿尔泰米西亚，并就此展开一段盛大的冒险故事。这款游戏的剧情不只是有着超丰富的文本量，而且也不像是普通的 RPG 那样跑跑自串，而是会像漫画般配合着剧情刻画各式各样的分镜，人物也借由大量的插分获得了不少动态。而除了主线之外，游戏内还有着丰富的支线、活动以及角色故事，在观赏性上甚至比起一般的 AVG 游戏还要更加有趣哦。而如果你不小心把剧情全都跳光了，或是想要看看漂亮的原画，游戏里面也有单独的剧情选项，在那里不只是能回顾剧情，也能够找到解锁的原画来回味欣赏哦。如果不体验这些要素，那可就亏大喽。但也不是战斗过程华丽就好， RPG 游戏最好玩的部分还是在于养成的过程。悠久之树的养成被分成许多的面向，光是角色的部分就有着强化、突破、同步和机能总计4大类的养成方式。其中强化和突破是最容易直接理解的部分，就是提升等级和提高角色的等级上限。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悠久之树佛系的一面，那就是在这里突破并不需要透过获得相同的角色才能进行，就连学习技能也只需要等级就能搞定。所以想要让一只角色培养到堪用的程度，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不需要重复抽卡的运气。另外，悠久之树的卡面立绘和角色声优也是卖点之一，不只是请到川城绫子、长谷川裕美、佐仓绫音等超大牌声优现身。如果你愿意将角色突破到底，并将角色升职满等，还能够解锁更美更香的角色觉醒卡图哦。游戏中也有超过100名的角色，全部都有2种不一样的卡面。本作的卡面有着与碧蓝幻想不相上下的画风，不只是美少女们的卡图一个比一个香，部分卡面上还带有动态效果，甚至就连普通的 R 角或是男性角色都能够借由升到满等，透过觉醒来获得第2张卡图。光是这部分就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加上不只是角色原生的卡面，就连商城也会时不时贩售新的卡面，像是罗兰就有着超高雅的礼服造型。以现在的日系游戏来说，光是能够为 R 角准备那么多卡面的游戏，恐怕就只有这边才看得到哦。至于另外2个养成系统同步和机能，则可以说是后期的强化玩法了。同步是利用角色碎片来提升角色的被动能力和属性成长，而机能则是在同步提高后，可以进一步强化技能和角色被动属性的系统。但就算刚开始完全不用到这2个系统，也能够轻松打通主线的哦。那接着让我们来说说战斗系统的玩法吧。悠久之树的战斗与大部分的日系手游类似，是讲究策略的回合制 RPG。在战斗之前，玩家必须将包含自己在内的5名角色组成一个小队。每个角色除了固有能力和性能各有落差之外，还有着火、风、水、土、光、暗等6大相克的属性。你必须要参考关卡提供的属性情报和战斗力来为角色们进行配对。而在战斗过程中，除了可以使用普通攻击和恢复道具之外，玩家还可以随时使用相当于技能的2种共鸣术，以及相当于必杀技的掉率爆发。值得一提的是，在普攻中也能够施展技能哦，且不会被算入行动次数，所以可得看准时机才不会浪费哦。而虽然战斗的是 Q 版的角色，但游戏的演出可以说是相当的华丽。一般共鸣术的特效就已经很炫了，但如果你是发动了掉率爆发，那甚至有机会看到超华丽的动画演出，而且甚至连部分非 SSR 的角色都有着超美的必杀技画面，简直让人完全舍不得按加速按钮呢。话说，不知道为什么 SR 的男性角色就没有必杀技画面了，是不是有性别歧视啊？另外更赞的是，如果战斗拖得比较长，或是遇到难缠的强敌，那你还有机会发动相当于召唤兽技能的虚数降临。这个技能可以召唤出你编队中的钢弹我是说虚数体来帮助战斗，或者是登场的那回合打得超痛，还会根据机体的不同附加不一样的能力，甚至还有超高规格的召唤画面。喜欢超级机器人元素的玩家玩这款游戏肯定能让你满意哦。而除了养成方式本身就非常佛心之外，悠久之树的养成还有2个不太一样的设计，那就是职业跟武器。在游戏中，主人公角色的属性除了可以依照队伍的属性灵活的切换外，你还可以为主角分派不同的职业，
例如一转职业就有干扰者、强袭者、救济者，而如果能再将职业等级练到20，就可以2转，并成为白牙、石骑士、牧者、隐准等更强的职业。这些职业同样有不同的类型和等级属性加成，性能上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你可以依据队伍的组成，尽量使用各种职业的主角。除了变更职业之外，你还可以到工坊帮各职业的主角打造武器。这些武器同样也可以突破和强化，且每个职业需要的武器都不同哦。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快速升到2转，并打造2转武器，这样就是在这个游戏变强的捷径哦。都做完武器了，那有没有防具啊？有，那叫做回响，和武器一样是队伍共通的装备，最多可以装备10个。回响会提供不同的被动强化，且这些强化的趴数可以被叠加，所以你装备了越多高级的回响，整个队伍也都会变得更强哦。另外，最高阶级的 SSR 回响也同样只需要刷副本就能制作，可以说是无刻也能够轻易凑齐的好设计哦。至于工坊的最后一个项目虚数构筑，就是用来生产超帅的虚数体的地方了。虚数体的数量同样有很多种，每一个虚数体都会有一个被动 buff 整个队伍的加护领域，以及进行虚数降临时的降临技能。而除了抽卡外，唯一获得它们的方式就是攻略对应的副本来搜集材料。随着你将它们制作出来并逐渐突破，就可以让它们获得更强的能力。一个队伍最多可以装备4个虚数体，且生效领域的效果可以跟回响叠加，甚至还有着系列上的能力差距。所以为了让队伍变强，请积极的培养这些虚数体吧。另外，为了让大家能够将这些养成要素的素材刷好刷满，除了主线、素材、挑战等不同的副本关卡外，游戏内还设计了多人副本。这些副本不只是会掉落武器等素材，甚至还可以蹭其他高手的队伍，请他们来帮你推原本打不过的副本。尤其是中后期，你会常常进入杀虫或是虚数体的多人副本，多加一些好友一起帮打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而在最后，洛洛也在这边建议大家一些开服攻略的小诀窍，例如在开局的时抽，最好先抽到2只 SSR 的强力角色再开局。另外，虽然体力用不太完，在刚开始的资源最好都先集中给其中一个属性的队伍即可。目前来说，光、水、风这3个属性的队伍最容易成型，且强度也略强一点。其中像是水属性的罗兰、光属性的奥利维亚、风属性的罗莎莉，你只要以这些卡为核心，再搭配同属性的卡片来搭建属性队伍，就能够轻易推图。当然也别错过开服赠送的 SSR 角色和大量的免费券咯。此外，官方最近也正式公布了台服将在8月24上线的消息。洛洛这边也分享一些从日服查到的资讯中，提供给大家一些未来式的建议。除了前面推荐的角色之外，根据日服当初上线时的卡池判断，虽然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上线的版本内容，这边猜测台服 OB 的卡池如果是前期最为强力且洛洛也很喜欢的泳装池的话，那真的确实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泳装活动卡池的角色在游戏初期都非常强，这边洛洛会推荐大家一定要拿到泳装夏至和泳装雪华这2名角色哦。首先，泳装夏至是属于推荐的3大元素中的水属性，并且它又是其中属于 T0 等级的法术输出位角色，再搭配前面推荐的一些水系角色，前期就可以拥有一队非常强势的开局队伍。泳装夏至的强势点在于它可以给自己叠加水属性攻击力 buff， 层数越高还能打出高额的追击伤害。此外，技能输出特性又可以对群，并替我方队友加上提升水属性攻击力和火属性防御力的 buff， 甚至还可以回血，几乎没有一招技能是没有用的，还都非常实用，算是开局最推荐的输出角色之一，称其水队的神不为过啊。再来，泳装雪华是只要完成活动就可以免费获得的水系角色，还有香香的兽耳，定位上偏向防御辅助，具备提升队友防御、吸引敌人仇恨值的效果。刚开服，大部分玩家都会以水队为主力起手培养队伍，搭配前面的泳装夏至，可以在前期就组成一支不错的水队哦。输出技能组上可以造成群体水属性伤害，并赋予我方全体护盾。而虽然泳装卡池中也还有很多都很香的角色，不过站在开局实用性和强度上来考量的话，会首要推荐这2只。再以这2只角色为主，围绕着他们组成完整且强力的水队。而且这2只角色在日服玩家的评价中也是有非常多人推荐，又香又强哦。只要你能谨守以上的小诀窍，并认真的干完任务，悠久之树就是一款能够让无氪玩家也能轻易享受完整队伍和抽奖乐趣的好游戏。不仅有画风特别、性格迥异的御姐、萝莉、兽人娘，各种妹子应有尽有。而喜欢看剧情的玩家也可以阅读丰富的文本内容，加上虚数体帅气打爆敌人的震撼画面，并且和许多搜集到的伙伴一同探索神代遗迹与遗产，整体游玩下来的体验真的是蛮不错的。有兴趣的话，在 OB 后都可以赶快下载游戏来体验看看哦。
那最后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帮洛洛点击喜欢，还有分享给其他也对悠久之术有兴趣的朋友哦。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回复。目前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徐乐 tuber 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